欢迎各位关键时刻。拜登在《Time》杂志的专访里面，他的内容讯息量也太可怕了吧？里面中间居然有一段是他跟习近平两个人私下对话。对，习近平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在亚太搞这么多事情？你为什么要跟日本做这么多的军演？你为什么要让日本的所谓的国防预算增加到3%以上？你为什么要让日本跟韩国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掉？”拜登怎么跟他讲？拜登说：“我的理由只有很简单，我要确保一件事情。他要确保什么？确保习近平不愿意、不能、也不会改变现状。”没错，在《Time》时代的这个专访里面来说话，他讲到习近平这个人，他就说呢，我跟习近平已经相处了比任何世界领导人都多，他有90 hours， 就是跟他单独的这个相处。然后他说我们两个从我当副总统来有非常 candid relationship， 就是我们两个关系非常坦诚。对，所以他有一次就问我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结果你要说他怎么跟他回答呢？他说 ，I say the simple reason I'm doing those things to make sure that you are not able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any。这 status quo 就是现状，你没办法改变任何现状，你不能，而且你也没办法改变任何现状。他跟习近平讲这么直白，所以他就说，因为我跟他很坦诚，所以我就直接跟他呛了，就是这样子的一段话。所以等于是说，他是真的非常直接的跟习近平说，我要让你不能，你也没办法改变现状。而且现在大家只注意到说，在整个亚太情况下，你弄了个AUKUS，你今天弄了一个等于说四方的同盟，你今天等于说在日本跟韩国之间，你弄了一个军事的力量去压制中国。但是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那是台湾呢。而台湾今天我们看到顾立雄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现在呢，你现在部队你不用再用刺枪术了，你现在也不用踢正步了。其实过去蔡英文就一直告邱国正讲，你不要再搞这些东西了。但他们一直这些老军头一直不改不了，就换了文人部长，马上就改了。而改了之后，你说其实这是国军训练天大地大的改变。对，没错。实际上，美国目前为止的重点是这样：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还有提升你台湾成为是印太或亚太战区呢，能够吓阻中国的一环。所以过去很多科目啊，我跟你讲，我们未来可能我们国军的编制，譬如说我们现在有滨海作战团类似这样的这个编制，未来可能都要朝美军的这个编制方式。再来就是说，它未来有很多什么传统的这个刺枪术啦，没有必要的我们就不要做了。但是很多有必要的，我们可能还要再做。所以以前我们是刺枪术，杀，对，他现在不是，他现在是近身搏击了，要真正在战场上用得到了，我们才会用。譬如说有人在踢正步这种以后都不用踢正步了，那些不需要的都不要用。那譬如说我们的这个核生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相关的训练啊，或是上战救护的相关的训练，每一个人都要会。所以我们未来可能就是比较朝美军训练的方式，而且你以后休假也不用回报了，就直接休假了。我们只要这个定期去审核你到什么地方去，或者你有没有做什么事，这样就好了。给官兵你用休假就休假这样一个状况嘛。不是你知道吗？因为我当过中华民国这个少尉排上，我非常清楚是今天为什么要刺枪术，为什么要踢正步？因为这些阿兵哥，我想这些领导人、这些执行官、这些老军头什么都不会。今天你叫他们踢正步，你叫他们刺枪，最好的工作是当军官、当执行，最怕阿兵哥没事干。今天我只要发现阿兵哥没事干的时候，我就开始刺枪术，我就开始踢正步，我就开始清枪保养，我就可以把时间给浪费掉了。对，没错。所以未来我们的这个国军训练会完全跟过去不太一样的这个状况。好，那当然我们台湾一定要提升我们自我的这个防卫能力。事实上，除了他当面跟习近平呛瞎之外，他还说了，我最近做了非常多事情。他说我们已经领导50个国家，而且这50个国家呢，好像剑指中国的意愿非常多。他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你看，我已经把日本呢要求他把这个 GDP 3%用来做这个国防的经费。另外一个，在亚太的时候，如果日韩两个不能够和解的话，那你怎么对抗中国呢？我都让他们两个和解了。另外还说什么？我们目前还组建什么AUKUS联盟、四方联盟。另外，我把日本跟菲律宾呢也纳入我们的这个安保体系的一环。所以你看，现在目前为止来说，我们都是剑指这个中国啊。所以我要让中国不能也不会改变现状，我已经布局这么久了。你看香格里拉会议里面来说话，或者说日韩两个国家的防长已经能够手牵手，至少这个过去可能看不到。再来就是你看日本的、美国的这个滨海作战团已经来到冲绳这个地方，那甚至未来呢，他们也会训练日本相关的这个军队。另外包括美菲也肩并肩军演，然后还有这个泽伦斯基也来访问小马可斯，这些动作都是怎样让整个美日菲律宾还有亚太的盟军呢更加的这个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而且你常常讲说，美国每次打的都是打组合拳，美国不会说一拳打完他就没有下一步了。他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之后，我跟他讲的，今天就突然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把 F16的这个所谓的备品，F16的零件，甚至把 F16维修的设备
卖给台湾。他特别强调是从美国的军方的军库仓库里面挪过来，这个待会我们要好好的解读。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些的话讲完了以后，而且知道确保中国不会改变现状的时候。他居然把 B1B 轰炸机带来了。对 ，B1B 轰炸机不但带来了，他把 JDSM 的专地弹也带来了。对，没错。实际上，在这个拜登接受媒体访问的这个没多久的这个时间里面来说，美国的 B1B 就在6月5号的时候抵达南韩，然后进行这个美韩空军联合军演的这个联合军演。然后当然韩国也出动非常多。那他们这次 B1B 还投了这个所谓 JDAM 的这个飞弹，就是直接攻击型的这个飞弹，这样直接丢弃下来。这个当然有专地的这个功能。你看他们这个画面都把它释放出来的一个状况，然后丢了大概500磅左右的这个炸弹。好，那为什么这个 B1B 是一个非常可怕，它比战斗机还快的轰炸机？对，而且它是来无影去无踪，它叫做死亡天鹅，这个韩国媒体这样称它。好，那我们就讲为什么它那么厉害呢？第一个，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内，不论美国在轰炸，譬如说在今年2月3号的时候，他们从美国的空军基地起飞之后，飞到中东。就没多久之后，他们就在伊拉克还有叙利亚，不是丢了这个85个相关的目标吗？这就是由 B1B 来负责的。那为什么 B1B 那么厉害呢？第一个，它在没有加油的状况之下，它可以飞约莫是4828公尺，几乎呢很多地方它都完全可以涵盖。再来就是说，它可以携带42000磅的这个炸弹，而且非常精准的炸弹，这个载弹量非常大。再来就是说，因为它的飞行速度相当快。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个。如果你把它派到日本或派到韩国来说，它可以很快时间就可以进去中国去轰炸你。所以这个 B1B 呢，可能虽然说它不像这个 B2的那些或者 B21那些有隐形的功能，但是它的载弹量是比他们杀伤力更大的。所以他说刚刚讲它的飞行速度非常的快，它根本等于说我只要 F-35把前门踹开以后。我冲进去，你挡都挡不了。对，所以现在国际媒体就说，川普不是说了一句吗？就是你敢攻台湾的时候，我就要轰炸你嘛。对，那我们怎么轰炸北京这件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国际媒体说还可能是真的。为什么？第一个，目前为止来说，在韩国跟日本这边来说，都有美军的 F-35或者日本的 F-35。抱歉 ，F-35是不是很快就可以进去踹门？对，进去踹门的时候，你看为什么我们说北京非常恐惧呢？目前中国最强大的飞机是什么？歼20。但歼20来说，照理说，如果他要这个统一台湾的话，应该把歼20放在南部啊，放在南海这个地方。不然呢？歼20都没有放在南海，他歼20要么目前有2个部大队，一个放在这个辽宁的鞍山，另外一个在山东曲阜，也就是说都在这个地方保卫经济要地。所以为什么？因为他怕你这个真的要攻击的时候，你 F-35来踹开门之后，我就完蛋了，就进去了。所以我这里面有歼20在这边防卫，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整个防卫体系里面，它最害怕的就是日本跟韩国的这个歼20。那第二个是飞弹，因为目前为止美军跟这个日本有非常多，包括标二式的这个飞弹，或是战斧飞弹。日本不是跟美国买了非常多的战斧飞弹吗？它也可以快速的就打到这个北京。甚至目前为止，美国不是有这个提风系统吗？提风系统来说，4月已经来到菲律宾。未来搞不好提风也可以搬到日本或韩国，对，这个对北京的杀伤力会相当大啊。所以呢，他们可以说，而且在目前为止来说，还有 F-35、F-22美国的驱逐舰，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导弹的这个潜艇一大堆，完全可以轰炸你啊。然后你呢，好，那你有什么？你就只有歼20。好，那你说啊，没有啊，我有这个防空系统。问题是我们现在不是讲吗？它的挡不了，萨姆400、红旗9完全都没用。所以等于是说，你现在是几乎是我只有歼20能够防治你的这个 F-35之外，其他的几乎是毫无办法的一个状况。而且它非常可怕的是，现在刚刚讲你不管 F-35或者 F-18，它都可以怎么在都是1马赫以上，都是超音速的。是，他们现在不管从韩国起飞，从日本起飞，他们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到北京上空了。对，所以他们只能够用这个歼20，他们号称的这个最强战机跟你对抗。好，那事实上美国还有把它标示出来，你看他们都有非常多这个各式样的基地，譬如说一旦攻击的时候，我要攻击什么，部署这个歼20、歼16的主要机场，我把它摧毁掉，然后这个中国航天科技其他一系列的东西，我都把它完全摧毁掉。你的研发中心也把你打掉，然后包括说几大太空这个发射中心啊、监测中心也都把你打掉，然后还有重要的这个设施，包括说是你很多的海军基地、空军基地，我都全部把你打掉。所以其实美军都有做一个非常完整的想定，就是我跟你假设我真的要轰炸你的时候，我要轰炸你哪些目标，我要轰炸哪些具体的设施，我都把它标定得非常清楚。而且现在传出一个军方的内幕，也就是台湾之前不是讲我们的 F-16V， 等于说用我们的所谓的凤凰夹舱锁定什么？锁定你的歼16，锁定你的轰6。就这个照片，他说送到谁的手上？送到王沪宁的手上。
他说王沪，你看这个照片，吓死了。对，没错，实际上这个照片来说的话，是美国在这个我们取得美方的同意之下，我们就流出了这个照片嘛。流出了这个照片来说的话，听说了这个中国的高层看到吓得，就是怎么会有这个样子的这个状况吗？那完全被锁定了，对，完全被锁定啊！而且他们似乎是完全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电站夹舱锁定它。用这个所谓的红外线，用这个雷射锁定它的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就最近当然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合作署公布了对台的这个军售，它里面军售我就讲过嘛 ，F-16的标准设备还有维修零件，然后还有消耗品，还有配件，还有相关的这个承包工程，另外还有包括说非标准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零组件都完全给了，这个连设备都给了，总金额是约莫是3.3亿美金左右的一个状况，而且它里面有讲到一个特别的点，就是这一次的出货是由美国空军的相关的这个仓储就直接出货到台湾去，所以呢，事实上现在台湾跟美国的这个军事合作的关系呢，似乎也在升温之中。所以告诉你说，拜登的话绝对不是随便说的，他真的是有身体力行。因为拜登真的当着习近平的面直接跟他讲，因为习近平就非常的好奇说。你们美国在这边东西干嘛？你根本搞了一个阿库斯，你今天干嘛跟菲律宾？你今天干嘛日本？你今天韩国不断的搞军演，你不在包围我吗？拜登说，因为我跟他有90个小时的见面，我们有非常强的信任的关系，所以我就直白的跟他讲，我只要确保一件事情，我要确保你不会也不能改变现状。他要整个中国不要轻举妄动。对，拜登就是在习近平面前讲真话，直接告诉你说我为什么要这样搞。其实这样搞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结盟，因为国际关系当中很重要的就是要对付对方来讲的话，我就是结盟来对付你，远交近攻。为什么要结盟来对付你？其实就是因为你的军国主义、你的扩张，所以可能造成所谓的亚太地区的一个情势的变迁，那形成所谓的维持现状被破坏嘛。所以我们为了要巩固这个现状，所以拜登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拜登还讲一件事情，你知道，之前的话，习近平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制裁我的晶片？”其实拜登也跟他讲说：“因为我怕你做坏事啊。”所以直接跟他讲，所以代表说，在拜登心里当中，中国是会做坏事的。我给你带高科技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制裁我的晶片？我怕你做坏事。是啊，所以他讲得非常明白吧？那其实对拜登来讲的话，他今天。不先撇开他内部的竞选跟川普之间的竞争，他为什么一步一步在做这件事情？其实美国维持霸权地位来讲的话，第一个供应链，所有的供应链来讲要跟中国切断。然后我因为要分敌我彼此嘛，分敌我彼此的时候，就必须要切断这个事情。再来就是说，我如果给你警告了，如果你不回应我的话，你还持续在搞你的事情而且在破坏现状。你看在最近来讲，他对菲律宾这个样子，他对印度，然后对日本的这个样子来讲的话。对拜登来讲，他很确定你就是在破坏现状，所以我为什么要开始结盟这一块？特别是在台湾，你知道吗？顾立雄他做这些事情，我认为你想想看取消次像素，取消踢正步，那阿兵哥就很多时间呢。对，那阿兵哥很多时间要来干嘛？你要学什么？就在学美国的技能嘛。所以为什么会美国教官到台湾来？而且美国要求中国不要轻举妄动，不只是说他拉帮结派对付中国，现在连把手伸到台湾是越来越清楚了。今天除了刚刚讲的 F-16的备品设备，现在是卖给台湾，这不足为奇，因为我们买了你的武器，本来就可以买你的备品。更夸张的是，你自己直接从美国的军火库，从美国空军的武器库直接调过来以后，是不是可以互通有无？另外就是透过顾立雄，以前我们听到的消息是说，蔡英文早就要改了，可是邱国正这些人就是不肯改，换了顾立雄了以后，就代表美国对你台湾的训练都有意见了。对啊，没有错。你看我们的空军的 F-16，现在来讲的话，2022年曾经跟美国买过 F-16相关的备品零组件，但是现在2024年又给他买，结果这一次的新闻稿当中特别出现了一段文字，非常有趣哦。他是说这些备品呢将会从美国的空军的军火库当中转移到台湾来。那这个东西这有什么特别嘞？从来以前都没有过的。以前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厂商啊、军火商啊生产完之后就送到台湾来，但是现在是直接从美国的军火库当中调货。那你想想看，从美国的库存，对，美国库存调过来之后，那美国库存呢，不就是少了几个零组件吗？那少零组件他怎么办呢？他必须要找厂商再去补啊。所以什么意思呢？他过来之后，他要补，这等于是台湾的军火库跟美国的军火库整个是串在一起了我多你就少一个，少一个你就要增加。那这样在不断的一直进行来讲的话，所以我们可以互通有无了。台湾跟美国的军火库是互通有无，而且再加上现在顾立雄已经决定了取消踢正步跟所谓的刺枪术，这两个东西其实说真的，在美国的眼中看起来就是集权国家的象征。而且说真的，踢正步也会伤后脑勺，你知道吗？会伤脑勺，会伤脚。
更重要的事情，踢正步跟刺枪术怎么打仗？这不符合美国的战绩要求啊！美国的战绩要求是要近身搏斗，或者是采取任何的这个战术来讲。你看今天顾立雄说回归战术，什么叫回归战术？其实就是美国教官要来教台湾的阿兵哥怎么进行实际作战的一个做法。你如果说踢正步来讲的话，你现在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把整个亚太地区所有国家有踢正步的国家拉出来，没有日本，没有韩国，那这些国家难道不会打仗吗？难道只要踢正步他才会打仗吗？不可能的事情。把所有时间应该回归到正常的战术，然后踢正步的时间、刺枪术的时间留出来之后要干嘛？总不能去拔草吧，总不能去扫厕所吧？那这些阿兵哥要做什么？就是学习美国的战术，这就是美国的指导原则。宇轩，你过去也当过步兵排长，现在顾立雄上任的第一件事情，不刺枪。不踢正步了，宝来哥，我看完今年义务1年兵他们所要受的训练，你知道我心中只有一个感觉而已，还好我早当完兵了，不关我的事情，太可怕了，很可怕。看完冷汗直为什么？因为他很久说不对啊，宇轩，他们现在不是说要变得很轻松吗？整个都教改吗？不对，为什么？他们是把没有用的，比如说什么我放假回家要每个小时回报长官这种无聊的去掉，踢正步去掉。刺枪术，宝来哥还记不记得？前进突刺，完全没有任何作用，完全没有任何屁用，这些东西删掉。但你知道换过来是什么吗？实打实的硬操演，有够硬。比如说，很硬吗？他们现在讲我们要先学一个东西叫做近战格斗。我看完那个画面，我吓死各位。就你现在看到这个近战格斗什么意思？它是要你真的2个单兵就进行演练，而这个演练的模拟状况是什么？如果说战场上发生，你看哦，有人攻击你，拿刀要刺你，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反制？什么样的摔？你看啊，直接把他肩膀压在那边，这是压真的，直接摔，不是开玩笑。你看那个这个是真的往后前置术让他动弹不得，去学习这些近身的战斗，而且不只是这样，他还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讲的合化身棒演练，什么意思？以前呢，我们是不是大家都有演练过说，单兵注意啊！单兵注意之后要做什么事情？来抬头观察，由左往右，由右往左，喊口号嘛。但现在不是，他就是说，好，比如说真的前方有核爆，请问单兵该如何处置？你就真的要戴着防毒面具了。各位，你看哦，大太阳底下，这就是我当兵的成功岭哦。戴着防毒面具，然后你看干嘛？往前走，往前走。然后突然班长一喊，核爆发生了，你要怎么办？然后他们马上呢就这是毒气室，毒气室里面放毒气。宝那个真的放毒气哦，各位，你不要看他们现在，因为这是镜头在拍，来这个就是真的毒气室了，他们真的要进去里面，然后给毒气熏个1分钟。你看他们来出来之后，每个人赶快脱下来，泪流满面，因为那个真的很臭，你知道吗，那个？然后他整个泪流满面的时候，你看吐口水，不只是吐口水，甚至还会吐，因为真的很痛苦。他们说就让你体验到真实，如果这个有毒气的话，你的状况会怎么样？宝力哥，你知道这特别在哪里吗？以前我是做狱官的了，所以这些训练其实我也有训练过。你就真的要进毒气室，但他们是兵啊，你怎么会要每个小兵也做这种事情？有够硬，然后真的还要模拟核爆。你知道模拟核爆那要做什么吗？放肆，等于就是说你真的要蹲在那边大太阳底下，戴着防毒面具哦，枪还背在你背后，然后这边盯90秒，90秒你才可以停下来。而这些训练现在通通都跑到了连一般的阿兵哥1年义务役都得要经过这种训练，所以他们要都玩真的。对，而且有一项我不只是玩真的，连我这种当狱官过的，我军官我都没玩过，你知道玩什么吗？战伤救护，就现在你各位看到，他们现在模拟状况是什么？以前我们说战伤救护就是说啊受伤啊包扎一下按那点后啊，现在不是哦，是真的你的同袍在你面前倒下了，你要怎么做？你要拖着他先远离火线，然后到有遮蔽物状况之后，开始帮他绑止血带，而且教官还在旁边什么不断的给你喷，不断给你喷。宝力哥，你知道喷什么吗？喷什么？喷血，喷血胶，喷到你的脸上，不是喷受伤的人，因为你在包扎受伤人的时候，他是不是会一直流血？血会喷出来，他会一直喷嘛？他就模拟说，你以为这么好过吗？我们当然要模拟最新的环境。你看啊，有没有拿着那个血浆，就一直往那个包扎的人身上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而且他们讲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有办法从火线把它，那是血浆，喷的血浆，那多可怕！对，而且所以你看整个现场那画面拍起来都一片红红的。当兵要这个样子。对，你看那阿兵哥紧张到手都一直手忙脚乱，手忙脚乱，到底洗被安后，你就知道真的是玩真的，有够硬。而且我觉得最夸张是他们的射击也是玩真的，而且射击有算哦。还搞夜间射击，对，没有错。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呢，在做这种射击训练的时候，我那时候拿了叫做65K2那种老古董，你知道怎么射击法吗？没有，就是班兵排好，然后清枪完毕之后呢，到一个定点，非常的安全的状况之下，大家一起齐射，1、2、3，射击，嘣，然后就这样子。他们现在不是，他们现在什么？边跑边射，
吓死人！他们就说，现在要演练这种快速移动射击，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们就说不行哦，马上的立射、跪射、卧射3个要轮流交替。对，因为跪射、立射、卧射是我们大家都学过，但是从来没有学过说组合在一起啊，等于说它是不是有陆陆续续前后方有很多的掩蔽物？而且你看哦，为什么枪会震动？宝瑞，你知道吗？因为实弹，那打真的，那玩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这样等于是我移动到这个地点开始射击，然后呢再跑到另外一个地点趴下再射击，再跑到另外一个地点蹲着再射击，甚至立射、卧射、趴射全部都要会。而且最厉害的是什么？这个我就真的没玩过了。以前呢晚上我行军哦，顶多唱唱夜袭哦，走走路唱唱军歌。他说不是。你要夜间射击，夜间射击，对，你知道夜间射击怎么个射击法？说宇轩真的还假的？不要开玩笑，真的。他们是到了靶场之后，你知道吗？定点之后，原本会有开灯哦，就大家确定完毕之后，然后说好要射击了，啪，把你灯关掉，让你在暗迷蒙整看不到。你说宇轩他该怎么？那打什么？他有夜视镜，有夜视镜。对，我们国军兵工厂最新生产出来的夜视镜，所以它等于是说让你提前体验说，到底用这种夜视镜的方式，你要怎么瞄得准，甚至在晚上，因为拜托战争又不会管你白天到晚上，晚上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乌俄战争打得可凶了，对不对？无人艇到处撞，而这整个东西呢，他们最后还会把，不是你知道吗？以前夜教的时候，我最喜欢去坟墓，坟墓前面会有水泥，躺在水泥上面就不会有蚂蚁来咬你。结果他们现在夜教是真的要射击，对，夜教要射击，而且也是确实躺在那个冰冰凉凉附近，只不过手上多一把枪，然后还要开枪，所以他们还现在把这个整套的，我们刚才讲到林林总总，你以为都是分开吗？不是。他在最后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做检测，检测的时候震撼教育什么，把你所学所会的，宝德哥我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看到这种爬壕沟了，你知道吗？爬这种铁丝网了，这种连我那个年代，我那个时候当兵的时候，大概10几年前也没有玩这么硬啊，还真的要你看哦，所以等于说包括有单兵小组作战，要如何掩蔽，如何遮蔽，然后呢，再包括他们先前所演练的这种射击的部分，甚至爬壕沟，把全部的东西综合在一起。但是还有要求，这个是一般兵，一般兵呢，一般兵要这样玩，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步枪兵，竟然要做到这些事情，而且实弹射击里面呢，总共有18发，而且要达到9发或超过9发，通通都要中靶才叫做合格。更夸张是，你现在不是要教招吗？教招也要夜间射击。对，包括各位，包括我跟报告，我自己也有去过教招。那去过教招的时候，那时候我做了什么事情？第一个打步枪，这没什么大不了；第二个，这个我们讲打排击，这个我倒是有点新的体验，但我也没有什么夜间射击啊。他竟然说也是要教招，一样装着这种TS84的这种夜视镜，然后很多人都很兴奋说，我教招这么多次，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说，竟然连教招还可以玩到夜视镜，而且宝德哥你知道这夜视镜的构想是来自哪里吗？他们直接讲我们这个就是比照乌俄战争，因为乌俄战争呢有这一套夜视镜，所以呢我们当然要拿这个夜视镜真的看得到。对，而且它有分2种，一种就是教招用的比较烂，叫 TS84，但是我们现在士官兵用的非常好，是我们最新兵工厂生产出来，叫做 TS96。你知道它厉害在哪里吗？第一个，它除了它有分2种，一种就是指挥官，像我当步兵指挥官，我带了嘛，我就带那种双眼的，然后是只有1个孔的那种的，双眼1孔。但是那种小兵有没有？就拿那种1眼1孔装在枪上的，有枪可以用的不错，但是性能好不好？真的好，因为好到就是说呢，他们除了辨识之外，如果说你看不清楚，还有红外线可以额外的呢去增色，这是过去用的，对，补强你，这就是我们讲指挥官使用的，还可以补强你的这种视觉是辨识。但你讲不对啊，宇轩，它这样一片黑漆漆、乱七八糟的，那如果打到友军怎么办？他们也想到了，他们比照乌克兰所使用的这个叫做 IR 荧光棒，有没有？平常白天看它只是正常的灰色，结果到了晚上，在夜视镜里面，透过夜视镜观看，它会反射，所以你看到夜视镜照的画面，你看原本没有变色，对不对？后来变色了，所以你就知道看到中华民国敌我辨识，敌我辨识，所以这全部都想到，不是跟你玩扮家家酒，也不是跟你玩假的。而且现在刚才讲到了，现在我们讲，我把一些特战的训练，以前我们讲的城市作战，那真只有这个军官才是做训练的。先把这个一般的特种兵、一般的宪兵的这个特战训练，也放到一般阿兵哥了。对，这1年他们到底要干嘛？对，1年很充实，真的有点忙，难怪没有时间这个拔草扫厕所。为什么？因为我先前参加过特勤的这种，参观过这种特勤的这种记者会他们才会有这种我们讲的 CQB 的这种我们讲的 close quarter battle， 也就是限制距作战。为什么？他们等于是说，我要在这个狭小的可能25公尺范围内的空间，然后呢进行演练。那你说这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差来，当然差的可多了。你如果玩过射击游戏知道，请问一下，你如果突然头从转角伸出去会怎么样？
会被爆头，不能伸头，不能伸头，一定会被爆头。但讲白了，你这个没有训练过，怎么知道？所以他们训练什么？就看到像那种美国这种外国电影一样，手肩搭着肩，然后呈现这个一整个纵队小组作战的方式，而且还要编小组哦，就是 SUT。所以以后我们要学国外这样的影片。对，没有错。你看啊，比如说破门之后，你看他会做什么？比如说先一个人先开火压制敌军，然后你看那个就是示意说这是有坏人在那边，然后他们你说先丢震撼弹或先丢烟雾弹，丢进去了以后我才冲进去，当然没有错。而且然后冲进去，你看哦，他不是随便乱冲，有没有注意到？刚刚在门左边的人往右走，门右边的人往左走，为什么？交叉火力掩护，而且才确保说没有任何死角。而这一套系统未来也会应用在我们的国军训练上面，所以你看到你才了解说，哦，难怪为什么要有夜视镜，难怪为什么要进行什么近身格斗，这些东西都是一套套的，代表等到你前面的这些东西训练好之后，到了后面真的实战、真的城镇战、真的发挥战场作用的时候，你就可以起到奇效。对不？是美国军火商之前不是讲说来了30个吗？来了3个非常微妙的是，他们先去哪里？先去汉阳看。去汉阳看完了以后，美国就宣布说，我现在 F-16的这个备品、F-16的设备，甚至这些东西，直接从美国的军火库弄来，代表是已经有谈好了。而另外就是他们要来台湾投资台湾，他们讲的国防大厂诺格，他讲请台湾加入我们的供应链，加入什么供应链？有2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是30公里的链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榴弹炮。现在都可以由台湾自己来做了。对，其实宝哥，在我们的过去来讲的话，台湾对于他们的军火商来讲，我们是一个什么角色？我们就是 consumer， 我们就是一个消费者，我们想尽办法拜托你来卖我们 M1A2， 然后呢，我们所有的东西要跟你买。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诺格就直接告诉大家了，请台湾加入我们的供应链。我们要做什么？做它30公里的链炮的一个弹药。这很难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你不要看它只是说，好像是它的规格比较复杂，其实不是。它最重要的是它里面的一个火药的一个成分非常的精密。在过去来讲的话，诺格它是不会把这东西告诉你的，它是弄完之后我来卖给你。但是它现在来讲，我们台湾变成它的供应链，代表什么意思？你的火药配比，你要不要告诉我？你一定要告诉我，我才有办法生产嘛。那除了这个火药配比之外的话，因为它在 M1A2 上面，你要快速的啪打出去，你所有的东西你要非常的精准，不然的话断裂怎么办？不然的话膛炸怎么办？所以呢，这个东西代表说，我不但是弹药，我的弹壳，还有我刚刚讲的链炮里面，我中间的这个链结的方式，对，也都是技术。这些东西都是技术，都是机密，都是精敏的一个机密。好，现在来做完之后呢，诺格还讲了一个重点，他不是说你自己用的自己生产哦，他说如果可能的话，也会变成诺格的全球供应商。那是不是又像到我们以前台湾在生产子弹也是全球有名？那这个东西进来之后呢，你又可以加强台湾在全球上面的一个产业链。那更特别的一件事是说，你看诺格是什么？美国的国防大厂，但是呢，它的执行长却是台湾人。然后呢，他从哪边出来的？他从中正理工学院毕业的。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在方方面面，我们的台湾英娜，然后呢，其他我们在这个供应链上面都有新的一个地位。所以，他是直接跟我们的兵工厂、跟我们的202兵工厂、跟我们的204兵工厂一起合作的。对，所以以后的话，我们以前快速生产的一个子弹，我们的产量非常大，以后可以做这种高级的链炮的一个弹药了。好，那现在美国也释出了一些照片，我们讲的为什么美国现在要大量的控制 AI？ 我们在讲 AI 很多是用在它的国防工业上，现在我们就释出了。之前我们不是讲说它不是155榴弹炮吗？它155榴弹做的非常慢，用人工的去慢慢弄。他说没有，现在导播我们看画面。它现在已经可以用机器人、用 AI 去生产炮弹。炮弹以前美国1个月只能生产1万枚的155榴弹炮，现在光这个工厂1个月就3万枚了。对我们来讲，155榴弹炮是什么？它是一个很高科技的吗？不是，它2次世界大战就在用了。它最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量大。量大便是美，它只要能够有很大量的话，像乌俄战争，你打出去之后，你声音够响亮，你量够大，你就可以阻却对方的一个前进。可是过去为什么每次都会传出一个消息，155榴弹炮缺货？因为你想想看，以前那个画面是怎么样？他把155榴弹炮像是一个菜刀一样在做，你要人工去弄，人工去调整，然后呢，你要像古代中古世纪一样，你去做中古世纪的刀，你要干嘛？烧一烧之后，然后出来淬火，然后烧一烧之后呢，然后出来对火。你这东西来讲一点都没有现代感。以前这样慢慢磨，然后慢慢敲，然后人工慢慢的涂装啊。现在不用，现在 AI 之后呢，就是这个绿色的
机器人，它直接把你抓好之后呢，就像是乐高，就像是你在摸陶土一样，快速的那个钢坯转动完之后，直接弄好。对，转动完之后呢，告诉你成型了 ，OK 了，你是整个钢坯进去的，所以呢，你没有品管的问题。然后甚至呢，你弄完之后呢，你用机器人直接把它一次从头看到尾之后呢，就可以这样子跑出来了。然后榴弹炮的钢坯就出来了。现在的钢坯，现在的热锻、打磨都是有。对，它是用机器人，而且呢是一体成型的。然后呢弄完之后，你再用一个 AI 技术，你再把它保一次，你就可以知道说呢，它每一分每一厘到底有没有符合标准。所以好了之后呢，就进入到下一个。这个过去检查也是机器人来检查。对，机器人只要扫描一次之后呢，从内到外，它就可以知道说你每个弹壳、你每个问题到底 O 不 OK。所以你就不用像在中古世纪一样断刀一样慢慢打、慢慢的淬火。这个东西弄下去之后呢，代表什么意思？代表1个月就可以生产3万，而且呢，代表说如果我还有需要。机器人跟一般员工不一样啊，你只要再弄一个绿色机器人来，那就是6万，你弄10个就是30万，所以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的话，树大便是美，只要用这种机器人，用人工的话，用AI 人工智慧的话，那你要多少155的榴弹炮就有多少。而且他们现在的太空总署，也就是他们现在整个太空军也跟 AI 在合作了。对，现在来说的话，整个太空军把它给动起来了。好，我们先来讲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它对付2个。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无人机。你看到乌俄战场的时候，那个时候乌克兰的无人机不是飞到天空上的时候，直接把俄罗斯的砰从上面打下来，打下来之后呢，开罐头，整个战车就爆炸。后来呢，俄罗斯做了什么事情？虽然很丑，但是有用。他弄个龟壳，把它弄在上面，你以为可以了吗？后来现在来讲。乌克兰的无人机可以飞到很低空，直接从你的观景窗里面打进去。好，所以刚才讲，原来拜登不是直接讲说，今天如果两岸发生战端的话，美国的军事会介入。这个军事在介入的时候，他居然还跟习近平警告过说，你不要，我的理由让你不能改变现状。而这个嘴巴不是讲说我不要让你改变现状之外，第一个，我跟拉帮结派，把日本、韩国、菲律宾，把这个印度全部拉进来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要把台湾彻头彻尾的改变，连踢正步刺枪都没有了。你在这边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拜登的这个对习近平的策略，他刚刚讲的就是要维持现状。对，那维持现状到底这个是谁定义？谁定义的现状？美国定义的。对，定义。所以美国在拉帮结派是事实啊，美国在菲律宾增加了11个基地是事实啊。对，然后美国有这个滨海作战团到亚太地区的部署。这都是事实啊，对，那这些都改变现状啊，对不对？那相对的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解放军的空军每天在台湾的上空飞来飞去，也是事实。所以现况已经不断的在改变中，但是兵力的对比有没有改变？所以在实质上的说，我们当然有生力量的这个计算，到底是怎么去评估这个事情？所以当拜登讲说我要让你没有能力改变现状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改变现状，而且是给予解放军非常大的一个阻吓力量，一个很大的震慑力量压制他嘛，所以他才有把握，他等于恐吓习近平说，我就是比你要强势嘛。那菲律宾的这个提风系统可以，它在包括从日本的这些小岛里面的这种整个这种陆战队的这种机动性，已经完全破坏掉了 A2AD 了嘛，已经可以攻击到它的中程飞弹，已经可以无限制选择目标打到北京了。对，那你看，那在相对而言的话，解放军有没有力量去攻到华盛顿？没有嘛，所以这个就是军力的一个对比关系啦。那当然这里面有个困难，就是说，其实现在北京当局现在非常困难啦。这是个困难，是现实的问题。好，那回到台湾的问题来讲的话，目前的这个新政府，我觉得已经跟美军完全直接接轨。那这个接轨的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军事的训练的内容了。就我们现在你要知道，台湾的国军的兵力目前我们维持在20万兵力左右。不管怎么讲，我们要扣掉有40%的这个后勤力量的话，大概还有将近有60%的兵力作战兵员对，作战兵员有超过12万，大概13万左右。13万的作战兵员，你要面对到解放军如果要来攻台的情况之下，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嘛？所以美军现在直接，据我知道，
大概已经美军进入台湾来做所谓的这个在做做教官，在协助训练这个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已经有1、2年以上的时间。对，那越来越深入的话，这对台湾本身的这种基层兵力的战力提升来讲，当然很重要。当台湾的子弟喜欢当兵来保护台湾的时候，那这个国家就有机会长治久安。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起，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道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6、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